我想象一下，如果我去检查，我会检查什么？我先看那个电线嘛，有没有什么渗漏水的状态嘛？渗漏水是这样哦，就是说很多地方你要跟中介讲，我举个例子，很容易发生的就是说，假设你的卫浴哦，这间房子的卫浴 ，OK 好，然后卫浴不是有洗澡的地方啊，洗澡的地方不是会接那个莲蓬头吗？莲蓬头的出水口它不是冷水热水各一个地方吗？它背后的那面墙哦，它背后的那面墙，以中古屋来说，很高几率会，也没有那么高啦哦。如果会出状况，大概就是那边的那个热水水管会出状况。热水水管可能在转弯处啊，因为20几年来地震怎样呢？然后它埋在里面嘛，然后就有晃到啊，有一点点的形变，它就钉在那啊，久了有那个渗漏水。那你要去把贴着那面，就是这面墙背后是热水水管线的地方的，然后那前面的那面墙，它可能不是空的哦，它可能摆了柜子或是什么哦，它不是要遮，它就是这空间要利用起来给你看这样。好，那你要把它搬开来看，看后面的那个油材有没有什么状况，有没有问题哦，大概就是这样哦。自产中古屋到底要准备多少钱哦？掌握头期款的比例，避免资金缺口啊，不然你要跟爸爸妈妈借钱的哦。先说结论，我建议你，就算头期款有500，你也是用400来买，这样来估啊。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哦。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房子化妆该怎么做，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自产中古屋要准备多少钱哦。这个是一个比较实务的问题，就是你想要自产中古屋的话，应该要准备多少钱？这问题老实说不好回答，因为你要买的中古屋房子屋龄啊、现场屋况啊、社区状况都是个案，每一间都是个案。我跟你讲要准备多少钱，这个也不准哦，所以我换一个方式来回答你，就说你的头期款应该要花多少钱哦？我个人建议是80%，就是假设你最多可以动用500万哦，那个500万拿出来你就干了哦的这种情况之下，那你也是抓80%来当头期款去付掉就好。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头期款是抓200万的头期款，你要去什么新青安贷8成之类的，那你要准备到250万哦。先说，我现在讲的这个价钱并不包含整理费用，这也是要留钱的原因之一。像我上一集说的整理1间3房2厅，高雄大概要抓70万以上，我这个是整理而已还不到那个装潢。那如果你只准备200万，然后就去买1000万的房子，你就爆掉了哦。对那以我讲的这个80%是不包含整理的费用，整理那个有很个案的东西，很主观，就看每个人。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是拿80%的钱哦。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为什么是80%，不是90%，也不是 all in 哦。这样子能够让你保有心理上的安全感，心理上的安全感。我们假设你现在就是把 all in 你就等下 all in 下去投期款，然后只留70万因为那个阿元说买房子要整理要70万嘛好，那你先被那个中介费那些东西拨掉以后剩这些钱，然后公班，你看你那个公班，你剩70万拨掉中介费，你要怎么搞那假设你还是有找得到那个便宜的公班愿意去接你这个小案子公班进场之后发现这边出估都没事然后这个很典型案例，这我讲给你听，就是说那个木地板这也是前辈跟我讲我才知道，就说中古屋嘛，那种屋龄在20年、20几年的老屋主都喜欢这样，就是会弄主卧会弄木地板，对不对？对不对？有没有印象？就是那个烂木地板踩起来还有声音，然后还会搞一个合适，以前的人就很喜欢合适，我也搞不清楚这种都是流行合适算好了，算流行好几十年的东西还有那种一流行之后马上就不见的那各种玩法，你就想说要整理要把盒子打掉主卧的那个木地板都已经踩起来有声音，然后维护也没什么好维护的，不好看那就要把它打掉。好，估都这样子估，就是拆除清运然后结果后来发现什么？后来发现说，这个公班进场砸下去以后，发现你这底下的瓷砖棚供，好，那你就瞬间就要多一笔，你要去处理那个瓷砖，问题很多啦，真的很多。然后浴室因为是中古屋嘛，然后做很久没人住，好像就算了。OK， 好，那公班来这边也没有打算要去做你的浴室，因为做浴室很贵。结果搞一搞他们在试水忘洗东西冲马桶或干嘛有的没的，小弄一下之后，就发现浴室的墙壁外面在渗水
那就不对了嘛。嘿，那这个就是现场才会被抓出来的东西，那你要不要处理？你一定要处理啊。这个很可能是什么管壁里面的热水管安诺度安诺，嘿啊，这个就要处理。处理他又问你说你要怎么处理？砸墙弄好填回去，还是你要改明管？改明管很丑，可是以后很好修，那就看你哦。好，这都是额外的预算，你都没有顾到，你完全没有asobi哦。那你怎么办？你是要卖掉抱很久的台积电股票、辉达股票，还是你要跟家人借钱？我跟你说你不管怎么选，你都会觉得说啊，什么烦死了，这么整天就是搞这些乌烟瘴气、狗屁倒灶的事情，烦死了，早知道就不要买了哦。然后每天担惊受怕，你就怕那个同胞啊，突然又密你，然后跟你说那一言不发传几张照片啊，你未看先猜，他又要跟你说哪边要加钱哦，就是这样。那这个就是你买中古屋很可能会遇到的状况，因为每间房子状况不一样，所以你不能把预算抓的抓的刚刚好这样。如果你 all in 头期款你一定会怎么样？很患得患失啦这个比谈恋爱还要更加患得患失谈恋爱的话就还好这个房子这是你人生中最大的钱你能不能辛辛苦苦好几十年，然后存下来头期款你要是 all in 你心理上患得患失到你每天去查实价登录，你信不信每天虽然实价登录99更新一次，你那个社区没什么卖，可是你就很紧张，然后附近的那个实价一直查，你信不信？因为你会觉得说好恐怖，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你把自己都 all in 在那个房子里面，那这种生活起来就会非常之紧张，然后风吹草动都会大幅度影响你的心情。那个风吹草动是说，像那个我在拍这支影片呢，当周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台积电未来会在美国投资$1000亿就这样。怎么办？我的高雄男子台积电怎么办？你 all in 你就变成这样就很恐怖啦。能不能走钢索不然就在更早之前的新闻，NVIDIA 就NVIDIA 股王这个在台湾要设研发中心，高雄有机会因为有高软怎样讲嗨的要死然后你去买了，然后你买了一间房子，你是 all in 的状态之下，DeepSeek 横空出世，就这样从背后干了 NVIDIA 一刀，然后股价这边崩你就怎么办？天要塌了他们台湾设厂的计划接下来就患得患失就会变成这样。我觉得这种日子应该是个人都不会想要去经历那我会建议说，钱不够就存就慢慢存。那我大概也想象得到，就是说你看了这支影片以后心乱如麻阿元说只拿80%出来那我还要存那怎么办？现在房价还在涨这是要怎么办怎么办？没有怎么办？那就存了，就这样反正房地产现在在吹冷风现在中古屋拿出来卖，真的是前屋主赚多赚少而已。然后他们之前就是开价很高嘛，因为很疯嘛现在只是回归正常开价，还给你杀，然后就变成说开广告价跟实际成交价很大一段落差。它降的是广告价，这个我之前影片也讲过，它降低广告价，那个降低广告价幅度都很大。原本在591上可能是卖，我乱讲15981600的房子1598，结果降个广告价直接降成什么1468这样子在卖。其实它底价从头到尾都没变，就是这样玩的它底下可能就在1400，就是这样玩的。广告开价降了100多万，那就很嗨嘛很嗨嘛新闻又见猎信息就写，然后写的好像整个市场都弥漫着一个这个房地产崩跌的情况。其实中古真的没差，中古的屋主现在真的拿出来卖的都是赚多跟赚少而已好，那房地产吹冷风是把中古涨价的速度变慢缓涨中。我最喜欢这种市场因为你就人人有机会，你知道，你不要说像之前那个高雄台积电安诺，然后猛爆现在冲一波，像2022到2024多恐怖啊！你那一波你没搭到车的人，那你就掰了呢，几乎你自己都觉得说哇靠怎么办？这个很不健康的市场。那反观是这种我刚刚讲缓涨格局也就是现在的这种格局很 OK 啊，中古是铁板一块的那你们在看到那个什么房价大跌什么有没？那都预售市场，慢慢存钱吧。那你就只能这样，任何时代都是这样台湾没有哪一个时代买房子很轻松的啦。我们以前父母辈在那边买便宜房子才多少钱，可是人家房贷利率那么重，而且银行借钱，他们跟你40年来跟你借80%那么可怜的代际，就这样所以任何时代都有自己的困境与机会，就是这样啊。那就慢慢存你多存一段时间，然后去换取到什么？换取到你之后不会怕的那个安心感，这是非常值得的事情我们买房
长期自产就是为了稳健2个字，因为你要刺激，你应该去股票，你来房地产干什么？你要非常刺激，你就去做期货；你要超级刺激，你就去玩那个什么虚拟货币。虚拟货币盖 combo， 我看那个叫 K 线吗？我靠，那个看起来像我的血压，就很夸张了。那你也不要在那边说啊，阿元说这个很安全反正说房地产就要稳健了 ，all in 把在那边 all in， 然后你会过得毫无防御能力。比方说，你就开车上班，然后中间怎样就被人家撞了，然后车就不能开了，然后就要处理保险的事情，那这样子额外多了一笔花费，你就很麻烦所以不想要过的每天提心吊胆，你就是留那个阿收比就对了。那阿收比要留在哪里？就是整理房子的钱跟那个大条的交易成本，比方说你是买方的话，就是中介费跟那个买卖的规费、契税这些东西。提心吊胆会怎样？提心吊胆就会很容易做错决策，这是我们要避免的事情很容易做错决策你就怕嘛？怕就是戳一下就要跳起来嘛，就赶快逃了嘛。那就会变成好的东西在你身上都抱不久就会这样。像我前几天才去看一间超新的2房，超级新屋龄3年我也是在百货公司旁边，真是旁边过马路就到。我想说这房子在卖几点的？然后屋龄才3年你都放到3年，不是很奇怪吗？那个房地合一税还在35%的阶段，要你是一交屋就要卖了，一交屋装潢你就要卖了，怎么会放到3年那么尴尬的期间那你既然要放，你为什么不放到那个满6年6年第1天，那你要卖降20%都在放嘛，对不对？因为获利会涨得完全不一样。首先这个房价还在往上爬，然后他现在卖他房地合一税35%，他给他放到满，就5年给他放满，第6年第1天OK， 那他就变成了20%，这光税就差很多，他获利幅度会完全不一样，可是他还是要卖，为什么？我也看先猜，这个屋主他 all in 了all in， 然后他现在被钱卡到了，就只能这样忍痛卖掉忍痛卖掉。你说他不知道再放会比较好？我跟你说他一定知道，他心知肚明就算他没看新闻，房仲会跟他讲说大哥你现在卖是不错不过是什么原因呢？对不对？他就在套他的话，没办法，就是要用钱，就被卡到了那就只能少赚可能要到7位数。就我要抖，这就是我说的，你在房地产市场你的财务的体质不够稳健，就很容易发生这种事情，就没吃到该吃的波段，然后好房子在你手上也留不久那你卖掉，下一个买方会觉得说房价好贵他也不满意，然后你也不满意，然后我少赚那么多你还在该就很不 OK 了。所以稳健一点，你手上多留一点钱对你的健康，对你的心理状态，对你的家人都是负责任的做法我是建议就是存。那你既然要存，你会留这个，你不敢 all in 的情况之下，你怎么办？中古低总价重大建设旁边这些房子还是蛮便宜，我才刚去看那新湾区那边还是有便宜的中古屋还是有。你不要说那个你都存不到，如果你那个都存不到，我会建议说，你要嘛就是退伍工作还不久要么就是你股票可能赔太多钱，或是怎样的。对，那高雄的房价还不到，我说真的还不到生人勿近台北新北的那个程度。高雄的房价真的是努力垫脚就还是够得到的阶段，尤其你又有首购的情况之下，你不能再说你自己买不到了，那都是蛋黄区呢。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 50% 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 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
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哦。我居然还有观众哦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啊，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哦，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OK 啊，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哦，也一样市场降温哦，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都会拍重大建设吗？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 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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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八卦讲八卦，我们再来看另一种形态就是我说来第一个，你买一间1000万的中古屋自己整理，你留多少钱在身上你会安心第二个，你直接买投资客整理好的，可是他开价是1000万那你留多少钱身上你会安心这个很经典的大招要嘛，能不能买投资客整理好的房子，就这样以我的做法来说我一定是走一，我希望我自己整理我希望我自己整理。为什么要自己整理呢？因为那个反正什么东西哪边要乱搞，要藏垃圾什么东西有换没换，那个我都知道，所以我倾向我们自己整理那就可以整理成我自己也不说满意啦，就是说至少我都知道哪边的料不能省，什么医药出代志之类的这些东西我都自己做。那我们做这些事情很习惯了所以我一定选这个。可是它的门槛我现在看一看是高的。我之所以我之前讲的那么轻描淡写，然后被那个观众反映来我的那个资讯栏里面那个 LINE 嘛，然后他们反映说怎样，我鸡同鸭讲了一阵之后，我才发现说因为我看我身边每个都会每个都比我还厉害所以我也预设说大家有在看房地产，大家都会。后来才发现好像不是这样好扯远了，我们回来我就是要自己整理的这个流派自己整理我就可以抓重点哪边要花多少钱，哪边要花少的钱，我都弄得好好的。好，那钱还是要花。好，那再来就是直接买投资客装潢好的房子，然后开价1000万，让你整个完完整整带下来。这种房子没有不能买，可是你要会看，你不会看，你要带你会看的朋友去看。那个朋友可能是水电师傅可能是做装潢的，可能是同胞或怎么样，你就要带他去看那个专业人士来帮你检查说这个投资客有没有乱搞有乱搞也不是完全不买有乱搞是怎样？有乱搞是跟他杀价如果他的地段位置价格都很好，你就跟他杀价，看了只要拿下来马上想到一个，就是说你在买的是20几年的中古屋嘛然后就看你女生新手不会的话，他就看投资好漂亮看 OK 好，然后接就顺的去谈价格。好，那这个就会发生投资客邪恶的装潢什么黑心投资客的装潢看不出来那以后住下去之后问题会逐渐就喷出来了，然后一个小女生她也没办法处理。那比较理想的方式是什么呢？她就找一个做同胞做装潢的朋友然后那个朋友就去跟他一起去看这个房子可能是复看或是干嘛随便
复看是指那个你看完房子之后 OK， 你要带人来看第2次、第3次的这种，好，那他就带他朋友去看，然后去他朋友如果是专业，他就会问几个问题，那个电线有没有换过？抽换电线抽换电线这个现在是我们这帮人的 SOP， 就是说我们房子要卖，我们会去做换电线这件事情，抽换电线，因为那个屋子都20几年嘛，然后20年前不会考量到家里那么多的电器在使用嘛，所以会发生一些什么安培数不够的事情反正就是要抽换过电线，这个有前辈跟我讲了，他就说因为买方一定会问，所以说这个就不要省了，然后这样整间换一换也没有多少钱就是把它换一换好。OK， 那至少他帮你看了这个请问你现场你要去看电线有没有换过，这个你要怎么处理？你没有那个经验的话，你怎么知道？你电盘你要打开，然后发现都形灿灿，然后你就把它关起来，说很好，这我换过，真的吗？所以说你找懂行的人去帮你看，然后他就会抓很多有的没的，就是肉眼也不太容易判断得出来的地方，比方说带梯子去然后带梯子去直接给你看到那个卫浴上面的天花板，它打开，然后那边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状况，有没有那个楼上的粪管在那边钟乳石安诺都安诺，因为投资客刚装潢好他没有经过那个时间岁月的摧残，所以如果楼上有渗漏水，你短时间你也看不出来就会有这个情况。那他就会帮你检查这些东西我想象一下，如果我去检查，我会检查什么？我先看那个电线嘛。有没有什么渗漏水的状态嘛？渗漏水是这样就是说很多地方你要跟中介讲，我举个例子，很容易发生的就是说，假设你的卫浴这间房子的卫浴 OK 好，然后卫浴不是有洗澡的地方洗澡的地方不是会接那个莲蓬头吗？莲蓬头的出水口它不是冷水热水各一个地方吗？它背后的那面墙它背后的那面墙，以中古来说，很高几率会。也没有那么高啦如果会出状况，大概就是那边的那个热水水管会出状况。热水水管可能在转弯处因为20几年来地震怎样呢？然后它埋在里面嘛，然后就有晃到有一点点的形变，它就钉在那久了有那个渗漏水。那你要去把贴着那面，就是这面墙背后是热水水管线的地方的，然后那前面的那面墙，它可能不是空的它可能摆了柜子或是什么它不是要遮，它就是这空间要利用起来给你看这样。好，那你要把它搬开来看，看后面的那个油材有没有什么状况，有没有问题大概就是这样还有很多啦，你真的要处理这些东西，你处理不完的我要表达的事情就是，如果你要去买这个投资客装好的房，你要会看不是说一抓到黑心投资客，然后你就完全跳过，不是，这是可以谈判的，你就跟他说因为你的电线没抽换，所以。这个我买下来之后，我要能不能便宜一点？投资客一样赚多赚少的问题而已。所以你的要求只要不是那么过分的话，他都 OK， 他就赶快把它跑掉，然后他的钱要周转起来，他不会想要在那边跟你纠缠或是怎么样。投资客真的不会想要跟你纠缠的，就真的不会。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就讲的黑心投资客妈一大堆事情，可是一大堆事情后面也是要处理所以那只是早晚擦屁股的差别而已那该弄的东西就要帮人家好好弄起来。至少我的想法是这样。回到这2个状况，第一个，总价1000万的房子自己整理第二个就1000万人家整理好的房子，那你应该要怎么做？我会选一自己去整理来避开这些东西甚至命题可以变成说，总价800万的房子，可是那有点废墟，然后整理的话估要200万。或是已经整理好了房子1000万，我要买哪个？我还是会买上面那个总价比较低，然后自己要去花钱整理的那个，我可以整理成我自己想要的样子嘛。那如果你是新手的话，你选2你就是买人家整理装好了，然后带懂行的人去看，然后找可以杀价的地方，因为你那日后可能会需要重做大概就这样。那还有一些很不合理的东西就要求，比方说他就说这组沙发会放在这里，然后电视墙我们就讲到电视墙嘛，这没什么能又难看，因为有以前的就它的电视墙它整面用的是我不知道以前的老人怎么有那种闲情逸致他就去用那个雕花木头的雕花，就有点雕梁画栋的那个，就圈圈又绕又什么，然后这样做出了一个等于是木雕的一整面电视墙，然后说这个超贵，然后说然后要卖贵，不是我们拿来都要拆的因为那个没办法那个年轻人的口味我们吞不下去了我们全部都要拆的所以他这个要贵在我这里，我会没有道理，然后就去跟他谈，去跟他杀，因为那个真的是会被我们拆掉的东西。
很多吧，老人不是都这样吗？哦，就说那个放在主卧哦的那个猪肝红色大衣柜，实木的，当初做多少钱？关我屁事！这个就是要去画爬 Ken 的地方，大概就是这样。